Hello， 大家好，我是球哥。尽管不少人未曾亲身体验乔丹封神的年代，可这丝毫不影响他们将乔丹奉为 NBA 历史的头号巨星。在篮球场上，乔丹创造出了一连串辉煌战绩，令人难以企及。赛场之外，乔丹的影响力在整个体育界都如雷贯耳。今天我们将细数乔丹能够成为历史最佳的10大关键因素，看看哪一方面才有可能被后世之人所超越。第一项，得分能力。乔丹拿到过10届得分王，自87年起便在得分王宝座上连续闪耀了7个赛季，其生涯场均得分高达 30.1 分。在其生涯第3年，乔丹场均能够揽下 37.1 分，单赛季总分更是拿到3041分。相较之下，即便是2006年上演单场81分以及3节62分传奇壮举的黑曼巴科比，在总得分上也未能逾越3000分，最终仅累计2832分。而乔丹在第4个赛季总得分依旧高达2868分，轻松超越科比的巅峰表现。将目光聚焦于季后赛战场，乔丹创造过3项神迹。季后赛场均 33.4 分，雄居历史榜首。在众多后来者的奋力追赶中，当下最接近这一伟大纪录的是东契奇，他场均能够斩获 31.1 分。而乔丹在总决赛舞台上场均得分高达41分，且连续4场达成40+9。回溯至1992年季后赛，乔丹累计得分759分，成为 NBA 历史中唯一一位季后赛总得分突破750分的传奇巨星。乔丹的伟大之处绝非仅仅局限于得分能力，他最为令人胆寒的特质当属那与生俱来的杀手本能。在季后赛中，他以单场最高得分63分的震撼表现，让见惯大场面的大鸟伯德都不禁直呼上帝身披23号球衣在球场上游龙。第二项，防守能力。禅师曾对乔丹做出这般高度评价：倘若他全身心投入防守，便能在短短5分钟内将任何外线球员的进攻彻底封杀。其职业生涯入选过9次最佳防守一阵，3次抢断王，1次最佳防守球员，并且7次在 DPOY 评选中跻身前5。在1993赛季，虽然遗憾惜败于强大的对手，但与 DPOY 擦肩而过。而当年那实力强劲的对手正是大梦奥拉朱旺。乔丹生涯累计828记封盖，在后卫群中曾是霸榜，直至后来被韦德超越。不过，若换以场均盖帽数来衡量，乔丹则再度登顶，成为历史第一。在防守层面，乔丹足以在历史最佳外线防守者的竞争中占据一席之地。若仅从单一方面剖析，面对速度型小个子球员，乔丹或许未必能绝对压制保罗与蒙克利夫。在防守重心偏向于前锋位置时，相比伦纳德和阿泰斯特，他也可能稍显逊色。然而，当面对大多数常规后卫时，乔丹总能施展出超高水平的防守能力。自85年踏入联盟，直至98年告别赛场。乔丹的公牛生涯从未有幸与护框能力极为出众的中锋并肩作战，但令人惊叹的是，公牛队每年的防守表现都在联盟前列。这是因为乔丹与皮蓬携手挑起了球队护框的重任，主动承担起超越其原本位置所应承担的防守职责。在公牛队的防守体系中，皮蓬的贡献颇为显著，但每当遭遇皮蓬因伤缺阵或难以有效限制对手关键球员的棘手状况时，乔丹便会挺身而出。第3项，1对1无敌。公牛官方推特曾发布过这样一则引人深思的推文：倘若与全盛时期的乔丹进行10球单挑赛，只要进1球便能赢得500万，可一旦失败，一生不准听音乐。如此条件之下，你可有胆量上场？很显然，普通球迷面对此等挑战几乎毫无胜算可言，即便是 NBA 的职业球员们也需考虑再三。毕竟，若手球未能命中，处于巅峰状态的乔丹极有开启一波流攻势拿下胜利。虽说篮球是一项5人协作的团体运动，但仅就1对1的个人对决而言，乔丹单挑领域只能令对手望而却步。第4项，身体天赋。乔丹那 1.98 米的身高成为得分后卫位置上最为理想的黄金身高标准，最大弹跳高度 1.22 米， 0.92秒的超长滞空时间是普通人类的2倍之多，使得他在空中的作业时间大幅延长。28.9公分的手掌宽度，相较伦纳德那双著名的巨手还要大上一圈。如此宽大的手掌，在控球、传球以及抓抢篮板等方面都赋予了他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速度方面，巅峰时期乔丹的突破变向快如闪电，基本是在瞬移，对手一步都跟不上，而他的体能更是令人惊叹不已。詹姆斯一向被誉为人类身体标本，在极度自律的情况下，其职业生涯20年仅有1个赛季全勤。反观乔丹，生涯竟有9个赛季打满82场常规赛，即便在39岁高龄效力于奇才的赛季，场均出场时间仍能维持在38分钟以上。要知道，在如此高强度的比赛中，攻防两端都需要持续的体力输出。号称乔丹之子的爱德华兹，仅仅防守一个欧文就已经疲惫不堪，需要到场面疯狂吸氧来恢复体力。而乔丹却常常在季后赛的激烈赛程中连续征战，不眠不休，甚至还有精力晚上通宵去赌场。雷吉米勒在拍摄《空中大灌篮》时曾这样评价乔丹：他白天投身电影拍摄，晚上在球场上奋战3个小时，之后还前往健身房训练，第二天清晨6点又能准时起床，仿佛不知疲倦，就像一个拥有着无尽能量的超人。第5项，攻克宿敌。乔丹之所以被尊称为 GOAT， 关键因素之一在于他的职业生涯中历经无数艰难险阻，成功战胜了所有前来挑战的强劲对手，从而最终被称为篮球之神。在很长的时间里，以赛亚·托马斯领衔的活塞队长时间将乔丹及其公牛队死死压制，但乔丹并未选择更换球队或者寻找捷径，而是不断自我进化与突破，凭借着顽强的毅力，最终成功跨过活塞这一障碍。正是因为乔丹不屈不挠地战胜一个又一个难缠的对手，这才使得他的夺冠之旅乃至职业生涯都充满传奇色彩。第6项，单赛季个人荣誉大满贯。87至88赛季无疑是乔丹职业生涯里极具标志性的一年，那仅仅是他踏入联盟的第4年，却将所有重要的个人荣誉一网打尽。得分王、常规赛 MVP、最佳防守球员、全明星赛 MVP、最佳阵容一阵以及最佳防守阵容一阵、扣篮王、抢断王等，通通被乔丹收入囊中，简直就是不给其他球员留下任何活路。在这一赛季的常规赛场中，乔丹场均能够砍下35分的高分，断崖领先第2名威尔金斯多达 4.3 分。而在激烈最为竞争的最佳防守球员评选环节，乔丹更是凭借高达 70% 的得票率，毫无悬念的击败了马克伊顿和奥拉朱旺。单赛季能够在攻防两端都展现出如此极致统治力，达成这般个人荣誉大满贯成就的球员，NBA 历史中唯有乔丹一人。第7项，影响力。当伟大一词与乔丹联系在一起时，没有任何人会觉得突兀，恰恰相反，人们时常会以乔丹作为伟大的代名词，用它来衡量和形容其他事物。1998年乔丹宣布退役之时，财富杂志曾进行过一项估算，结果显示乔丹的整个职业生涯竟为美国的经济发展贡献了高达100亿美元的价值。这一现象也被形象地称之为乔丹效应。乔丹所产生的影响力绝不仅仅局限于 NBA 这一方天地，而是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不仅有力地推动了美国经济蓬勃向前发展，更是摇身一变成为了美国对外进行文化输出的鲜明标签。第8项 Air Jordan 品牌。在 NBA 联盟中，耐克作为赞助商本就有着强大的影响力，甚至引得一些阴谋论者猜测其能够左右总冠军的归属。2023年 AJ 迎来了发展历史中的又一高光时刻，其年收入一举达到了66亿美元，相较于上一年实现了 29% 的显著增长，成功创下历史新高。这一收入规模在耐克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高达 16.4%， 已然成为耐克旗下的重要盈利板块。从产量方面来看，每年乔丹鞋的产量能够达到6000万双之多，足以证明其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如今乔丹本人已年过60旬，逐渐淡出了篮球场，但 AJ 反而凭借着深厚的底蕴和独特的魅力经久不衰。Air Jordan 早已不单单是一个普通的品牌，它已然超越了商业范畴，升华成为了一个象征着时代潮流的符号。第9项，篮球美学。众所周知，科比打球美如画，而乔丹就是那幅画。乔丹在球技以及所展现出的篮球美学方面有着断崖式的领先优势，出色的天赋施展出的篮球动作让篮球场变成一场艺术盛宴，引得后辈们纷纷效仿。然而乔丹的一些技术动作那可真是让人望尘莫及，即便有心模仿却也难以企及。就拿那些经典的空中漫步来说，他能在飞翔于半空之际，时间都为他停留，让他在空中完成好几套连贯动作。单手抓球投篮更是专属于乔丹的独
独特美感。除了上述这些，乔丹每一次出手都像是精心雕琢的艺术品，兼具观赏性与杀伤力。而在灌篮这一领域，在他统治联盟的那段时期，几乎所有的联盟巨星都没能逃过被乔丹在头上扣篮的命运。从大猩猩尤因到老佐莫宁，从海军上将罗宾逊再到阿拉朱旺，只要在赛场上看到乔丹吐出舌头，那便是要有好戏登场了。第10项，战无不胜。在每个赛季里，对于球员们而言，至高无上的荣誉无疑就是总冠军以及 FMVP。在这方面，可以说没人比得过乔丹。乔丹曾先后6次踏上总决赛的舞台，每一次他都能成功捧起总冠军奖杯，并拿到 FMVP。总决赛胜率达到了100%，放眼未来，恐怕也是极难被后来者打破的传奇纪录。对于科比、詹姆斯等一众球星，乔丹在总决赛的征程中从未经历过抢七大战，他就是为季后赛量身定制，在篮球领域可以说是无敌的存在。所有的这些特质为他稳稳地奠定了 NBA 历史第一人的崇高地位，让他的名字成为无可替代、永恒不朽的传奇象征。那么本期视频就结束了，希望大家可以给球哥点个赞。球哥每天陪你聊篮球的经典时刻和奇闻趣事。